2月23日，上证指数重返3000点，然而许多散户股民内心却五味杂陈，高兴不起来。当上证指数于2024年2月哗啦一声跌破心理防线3000点时，曾在股市大捞一笔的资深股民李先生心如刀割。2021年他在股市赚得280万人民币，结果3年过去，不仅硬生生赔光，本金也打了个折扣。这回跌得太惨了，我这辈子也不想再碰中国股市了。的确，如今的中国股市已经堪称一场股市浩劫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人们会把它称之为中国股灾 2.0。 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这场股市地震中，亲自坐镇指挥的竟是集大权于一身者。这一次，他的亲自指挥似乎让船难雪上加霜。多重压力下，中国经济脆弱之极。事实上，造成中国股市暴跌的原因不仅仅是股市本身，更多的则是外部经济环境的急转直下。2022年末解封后，中国经济迎来了急刹车，消费数据和制造业指数如断崖式下跌，房地产泡沫逐渐破灭，地方财政雪上加霜，银行坏账暴增。在强国梦想破灭的阴影下，中国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。在此背景下，股市的表现也难免受到波及，无数散户被套，哀嚎遍野。胡锡进这个狗汉奸误导我们入场配合政府，成为微博热搜第一。原来在2021年吹牛市场只会涨不会跌的各路大 V 瞬间销声匿迹，生怕引火烧身。谁都明白，这就是一次政府主导的割韭菜行动失败了。而且这一次集大权于一身者不光亲自指挥，甚至可能还亲自下场干活，至少有规模不小的国家队据传正在疯狂救市。然而收效甚微，因为外资早就在2021年就见好就收跑了。深层次制度弊端导致股市改革迟迟不见起色。多年来，中国证监会试图推行改革，建立一个照顾投资者权益的市场，然而成效并不显著。学者指出，这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很大关系。比如 IPO 制度改革，2022年2月推出注册之后，随即有好几家企业在上市当天就抛售大量股票套现，这让不少投资者倾家荡产。监管部门的反应却是迟缓的，导致企业主和机构可以肆无忌惮地捞一票就跑。此外，对于量化交易也几乎没有监管，机构可以使用自动化模型获利，而散户只能面临被机器人割韭菜的命运。监管部门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，整整推迟了1年多才推出量化交易报告制度。信息不透明也是常见问题，内幕交易屡见不鲜，坑蒙拐骗散户的套路也层出不穷，这让普通投资者在股市很难获利。种种弊端让股市迟迟无法走上正轨。就像一位业内人士所说，30年过去了，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没有定型，甚至还不清楚政府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股市。国家安全至上，资本市场改革再次停滞。对股市改革犹豫不决的根源，则在于最高层的态度。自2012年他上台以来，中国政策出现明显倾向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。在这一逻辑下，资本市场的自主运行被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，这与前任政府推动市场化形成鲜明对比，也让投资者们对政策风向愈发困惑，解读起中国股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今年政府频繁换帅更让外界迷惑，议会满在年前被突然撤职，同时大量国企高管也接连离场。外界看不懂中国股市究竟在演什么戏，也不清楚政策会往哪个方向转变。股民和外资对中国股市日渐绝望。在这一切不确定性中，股民和外资对中国股市的信心已然消失殆尽。资深股民李先生回忆自己20年来的股市历程，尽管也给他带来过巨大财富，但现在他只想远离这滩浑水。亲自指挥从来没有一次管用过，
这次又被证明了。外部专家也表示，眼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政府有能力重建市场信任，政策制定困难重重，内外交困之下也无力干预股市。我不会想投资中国股市，除非我看到政府有了处理方式和路线图。由此可见，中国股市经历了30年的发展，到头来依然难产。在国家安全逻辑主导一切的当下，这场股灾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当政策制定者面临信任危机而无能为力之时，股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？事实上，这只是一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开始。在全球经济放缓、内部结构性问题突出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前景堪忧。与发达国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不同，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。地方政府隐性举债已经严重，同时房地产市场面临错配风险，大量烂尾楼恐慌情绪渐渐弥漫。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也在快速上升，不少中小银行陷入困境，这将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。如果股市和楼市双双崩盘，社会恐慌情绪蔓延，不排除会出现摊派存款人、封闭边境管制资金外流的极端情况。到时候民众的财富缩水，社会动荡在所难免。面对如此困境，政府能否顺利化解难题并重建市场信任，专家并不看好。毕竟，这一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。在此背景下，权力核心层面临着两难困境：一方面必须救市止跌，另一方面大规模定向救市又难免引发腐败和公众不满。如何在矛盾之间求生存，这需要政策制定者进行激烈思想斗争，而他们的抉择也将决定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命运。我们拭目以待这场权力游戏的结局。其实，这也是一场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博弈。在过去40年里，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同时，也积累了巨大的体制性风险。这些风险现在正在浮出水面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，政府本能会想要加强对经济的控制。但问题是，中国式的政府主导增长模式是否还可持续？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在下降，传统刺激手段愈发失效。与此同时，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。在此背景下，政府加强管制无异于杀鸡取卵，这将进一步挤压经济活力，降低增长潜力。因此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，可能是当前的最优路径。当然，这也需要政府撤退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，真正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然则在当下，这似乎不太可能，因为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增长与稳定两难，让政策制定陷入困境。权力的本能也使得决策层只想管控而不放控。结论是，中国股市和经济前景还取决于政府与市场这一关系能否重构。而眼下的一切都显示出这是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，并不会一蹴而就。